女人名叫小雪，因为是赌成性，在香港欠下了巨额高利贷。为了躲债，她找到了远居泰国的大姐，可此时的大姐也无能为力，只得将其介绍到酒吧当起了应召女郎。没想到上班第一天，小雪就被一个蛮横的黑老大一眼看中，而对方表达爱意的方式也很特别，直接就用枪支威胁她强行斗地主。经过一夜的蹂躏，小雪身心俱疲，可大姐却让她好好伺候黑老大，因为此人心狠手辣，稍有怠慢就会被一枪毙命。小雪无奈只得继续卖肉赚钱。这天贪图美色的富二代又来到酒吧，本想和小雪到酒店寻欢，没想到两人刚要离开，黑老大就突然杀到，看到自己的小情人被掳走，上前就一把夺了过来。富二代咽不了这口气，便和对方大吵了起来。黑老大也不想废话，上来就是砰砰两枪。大姐得知此事后，觉得小雪霉运缠身，就带她找到了当地有名的转运法师。法师得知两人来意后，就开始摇头晃脑、装神弄鬼。经过一系列骚操作之后，法师告诉两人，小雪的前世是个强盗，因为杀人无数，所以此生劫难重重，唯有收养一个鬼儿子才能彻底转运。于是小雪又找到了会养小鬼的巫师，巫师拿出一具干瘪的小孩尸体就开始做法，在咒语的作用下，尸体慢慢变得饱满。小雪被这一幕吓得大声尖叫，可巫师却说养鬼仪式圆满结束，还叮嘱她凡事都要以小鬼为先，而且还要在每月13号12点诚心叩拜，并用银针刺穿中指，滴3滴血到小鬼的天灵盖，只有这样他才会唯命是从。自从有了鬼儿子的保驾护航，小雪的霉运一扫而光。只要有人对她图谋不轨，都会无缘无故遭来横祸，不是撞得头破血流，就是吐出大量高蛋白。但是遇到像强哥这样的钟情对象，鬼儿子则会主动撮合两人不期而遇。他先是安排人将强哥绑架到深山老林，自己则附在小雪身上秘密施救。只见他眼睛一发力，车门就全都凭空飞起。绑匪见状落荒而逃，强哥听到四下无人，慌张逃跑。这时恢复意识的小雪恰好开车经过此地，有了这样的完美邂逅，两人的感情也在一来二往中急速升温。没想到这天黑老大又突然出现，小雪看到后一阵恶心，可对方却一心只想打扑克，小雪怒火中烧。但是想到富二代被杀的画面，她还是选择了忍气吞声。鬼儿子感知到前因后果，立马安排了2个鬼小弟展开报复。小雪自从有了如意郎君后，整日花天酒地出双入对。鬼儿子感知到冷落醋意大发，为了重拾小雪的爱，他便在强哥的生日晚宴上大闹特闹。原来今天正好是喂养鬼儿子的日子，而小雪早已忘得一干二净。为了避免事情闹大，她立刻拉着强哥往家赶，没想到路上却状况百出，强哥被无形力量左右抽打。小雪见状，只好徒步向家跑去，而这一诡异行为也勾起了强哥的好奇心。他一路尾随来到小雪家一探究竟，不仅看到了女友祭拜鬼儿子的全过程，同时也看到了恐怖一幕。从那之后，强哥就开始产生各种幻觉，不光公司秘书变成了小孩，就连工作人员也都变成了小孩，他们如潮水汹涌而来。强哥被吓得大门紧闭。幸亏好基友及时赶来，恐怖幻象才戛然而止。好基友作为基督教的灭鬼专家，在听说了强哥的恐怖经历后，便偷偷溜进小雪家中为民除害。本想用西方的神来降东方的鬼，没想到烧毁符布，打翻祭坛，也没能将其收复。神的右手扶持我，毁灭魔鬼的罪惡。无奈之下，他只得使出杀手锏，将十字架插入小鬼尸体内，可存放小鬼的容器却突然爆碎。同时强哥也被反噬的突然晕倒。好基友看到墙上的血迹，直接用圣经封印了起来。没想到小鬼却趁机转移到强哥体内，开始报复眼前的恶人。由于人鬼实力相差悬殊，好基友被打的是节节败退。这时小雪也正好赶回家中，看到灵位被毁，她焦急的四处寻找鬼儿子，没想到好基友却突然钻出。有鬼啊！有鬼啊 ！Raymond 上咗身 ，Raymond。此时的小鬼已经六亲不认，追着小雪就准备大开杀戒。幸亏好友用生命给他争取了时间。
可小雪的动作还是慢了一拍，车子刚刚启动就被小鬼拉拽了回来。这时两个和尚迎面走来，小鬼见到克星慌张的拔腿就跑，小雪因此躲过一劫。本想先去找养鬼巫师帮忙，但是担心大姐会遭到小鬼报仇，就打电话想通知对方，没想到小鬼早已来到家中，将大姐一顿暴揍。这时小雪也来到了巫师住所，巫师得知来龙去脉后，立刻开坛斗法。而小鬼在吸食了大量血精后，法力也晋升到了王者级别，巫师只得召唤出鬼婴与之硬刚，结果小鬼一不留神就被打成了丑八怪。这时空气中传来母亲的呼唤，小鬼重燃希望，一路跑到乱葬岗，抱着母亲的墓碑就大哭起来。巫师感知到小鬼的法力增强，试图施法将两者分开，可小鬼就是不撒手。突然墓碑爆炸，同时驱鬼仪式也以失败告终，而小鬼却再次恢复如初。好在巫师并没有放弃，他叫小雪在这里等候，自己则飞身来到乱葬岗，准备用小鬼母亲的尸骨制服鬼儿子。就在巫师对着尸骨做法时，小鬼却突然来到小雪跟前。好在巫师早有准备，小雪刚松一口气，就被小鬼从背后拽了出来。他慌不择路的一阵乱跑，却不小心踩到了猎户的陷阱。猎户见状急忙给他松绑，可小鬼却再次出现将猎户秒杀。小雪害怕的嗷嗷乱叫，结果却被小鬼拍晕在地。就在小鬼吸食血精时，巫师控制着母亲的头骨及时出现，他将头骨一掌击碎。小鬼被激怒上前就要对方偿命，巫师则拿出一根钢针，连同指符扎进了强哥喉咙。小鬼不甘心，再次起身反击，结果却被巫师的破拖鞋死死束缚。巫师急忙亮出符咒降服，最后小鬼被活活钉死在了大树上，而电影也在凄惨叫声中完美落幕。